在红队发布了上帆铰链以及靠山之类的 MFT 系列配件之后咱们也是能轻易拥有居家 DIY 的高精度工具了。但这些 MFT 配件并不能到手即用，不是红队不行，顶流品牌也不行，需要自己摸索一段时间，又或者是看看网络上别人是怎么部署使用的。我把我的选购结论说在前面。方案一，红队的上帆铰链加块状靠山 Block Fence。方案二 ，UJK 的侧帆系统加红队黑长扁靠山，或者我自制的短靠山。窄条必备就是纤维游标。上述方案是在保证高精度的前提下，尽量少花钱，不论懂不懂用，咱们先搞清楚自己的目的是什么。或许是想在家腾挪个小空间，做些像样的家具，那么怎样才算像样？复杂的工艺或许咱们这种门外汉够不着，但至少是六面工整且严丝合缝的，对吧？好比说自己要做个柜体，它至少就有20个直角对接的位置，如果有一个直角不准确，那就会对整体有影响。当然，这对于有 CNC 的加工厂或者拥有小型 CNC 的个人玩家来说，直角嘛，简直就跟砍瓜切菜似的。如果没有 CNC， 即便拥有推台锯，要调整的东西也很多。不过我探讨的是类似我这种在夹缝中生存的 DIY 爱好者，既没有别墅，也没有车库，更没有村屋的城市用户。在这样的限制条件下，大部分玩家共同认可的切割工具应该是轨道锯。它结合多功能木工桌 MFT 之后能满足太多既要又要的需求。或许你根本就没时间琢磨的这么全面，所以并不清楚轨道锯结合多功能木工桌之后具体能实现什么。正如不少玩家兴致勃勃地购买了各种辅助工具，依旧无从下手或者用不好。本期视频我就尽自己所能罗列一下多功能木工桌的配件，如何一步一步地部署它们，以实现垂直断料或者规方切割以及重复线位切割。关于轨道锯、多功能木工桌 MFT 的讲解，可以移步至我的主页查看对应的视频。第一步，桌面校准。我弄的这个多功能木工桌 Beetle MFT 是基于蜘蛛腿旅行材，可以快速拆装收纳，让其消失在各位的居家环境里，需要它的时候再花几分钟展开就好。由于桌面板是模块化的，所以在部署各种配件之前，就要对桌面进行校准。先初步安装好4张桌面板和一根吸声条，把最边上的一张桌面板抽出来，左右都行。主要校准的对象是中间这2块板，翻转过来，使用6根直径为20毫米的棍子或者桌钩，能穿过一个桌面板抵达另一个桌面板的长度即可。就像这样，先拧松中间这2块板的固定螺丝，再把棍子穿过去，棍子尽可能的分散开来，挪一挪这2块板，直到几乎没有错位晃动的情况，就锁紧这2块板的固定螺丝，把其余的桌面板放回原位即可。为什么只需要校准中间这2块呢？因为在我使用的 MFT 靠山里，几乎都是把它们固定在这2块板子上的，所以左右两端的板子可以解放出来做些许扩展。如果你不是用我这套 MFT 桌子，那可以跳过这个桌面校准的步骤。第二步，安装靠山。我先罗列一下市面上常见的靠山，你可以叫它靠齿或者英文 fence， 懂的意思就行。一般来说 ，MFT 的靠山都是1. 安排在左边，2. 尽量不侵占太多的桌面空间，3. 具备轨道底下的阻挡部分。往往最难设计的就是轨道底下这一小节，它既要跟左侧延伸的部分保持在同一直线，又不能太厚。保持同一直线容易理解，但不能太厚的意义在于能切割多薄的木板。那么轨道底下这一小段多厚合适呢？我认为在6到8毫米这个区间比较合适。如果你不喜欢用6毫米厚的板材，那么下一个选项就是9毫米的厚度。所以轨道底下的档块应当是小于或等于9毫米的厚度。目前市面上符合这个标准的靠山品牌分别是 TSO 轨道底下部分6毫米厚， UJK 轨道底下部分5毫米厚， Benchstock 轨道底下部分6毫米厚， Dashboard 轨道底下部分没有说明，我目测6毫米厚。所以各位请彻底充分理解好 MFT 靠山的逻辑，再做选购的决定。至于靠山的左侧有多长，也不是随便来的。常理说左侧的长度最少都是1米左右，我认为主要取决于你的木工桌有多长，不然飞出来一段看着不那么美观。好在我这个桌面能抽出来一段距离，所以不至于太尴尬。目前我手上的靠山有这一些 Benchstock 的靠山，我根据 Benchstock DIY 的靠山，红队这根类似 UJK 的靠山，我自己 CNC 加工的类似 UJK 的短靠山，以及我琢磨了小半年的块状靠山 Block Fence。那么接下来分别讲解它们怎么正确安装到 MFT 上，以及说说我的看法。我界定一个判断的标准，方便大家有个直观的感受，仅供参考，请勿较真，谢谢。Benchstock 靠山，这种特殊型材的靠山应该是由 Benchstock 首创，看起来像是常规的欧标2040型材，但我找不到这种单面封一半的样式。轨道底下部分我估计是先切割掉一些，再 CNC 加工到6毫米的厚度。他们以往的版本是分开的，再用连接件结合起来，或许是有不可控的误差，所以才加工成一体的。我不知道别的用户是怎样，反正我手上的 Benchstock 靠山轨道底下这段并不能跟左侧保持在同一直线上，它是朝着远离我的方向偏，所以我需要为它制作一个顶回来的锁紧狗，才能调整正常，否则我在切割的时候会出现误差，非常糟心。但 Benchstock 的亮点是有自适应锁紧在狗洞的块块，这个做法很聪明，能消除靠山可能存在的框量，这很值得其他品牌去学习。型材正面的刻度清晰，能重复线位95厘米的长度，最短线位到20厘米。如果遇到小于20厘米的工况，就只能多买一根右手靠山。基于右侧减去
锯片厚度来切割，但纤维滑块很容易被推挤变形。不过在我的实际使用中没觉得有太大偏差，心里有些许不舒畅罢了。具体的安装方法是把自适应锁紧的块块安装到靠山上，再插到桌面的狗洞里锁紧，放入轨道底下的支撑钩，把靠山推到轨道的切割边缘，锁紧这个块块的另一个旋钮。你也可以用这类卷尺的头部伸到轨道的切割边缘，安装好纤维块，挪到你想要的数字，再核对靠山的标尺是否能匹配卷尺的数字。安装好靠山后，桌面的横截空间损失了8厘米。我自己 DIY 的 BenchDock 靠山。上述说了我的 BenchDock 靠山轨道底下部分不直，所以我一怒之下就用2040型材抄袭了一份，但轨道底下部分是用了1020型材来连接2040型材，就类似他们古早版本的逻辑。左侧长度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购买。这个做法的亮点就是铝型材在国内很容易获得，极其便宜，但它的缺点也很明显。轨道底下部分有是有了，厚度只能是10毫米，所以没法操作10毫米以下厚度的板材，而且标尺不好安排。如果放在上槽会跟纤维块有冲突，放在正面又会凸出来影响精度，而且纤维块本身就不容易制作，我希望它是坚挺的，而不像 BenchDock 那种容易被推挤变形。琢磨至今，我已放弃。这打印的自适应锁紧块，我做了2个版本，分别是2020和2040的。我也曾一度上头做了不锈钢打印的，以及不锈钢 CNC 的，花了不少钱在上面。同时，在本视频发出之后，我就把它上传到 MakerWorld， 给感兴趣的各位朋友打来玩。具体的安装方法跟 BenchDock 一样，无需过多描述，反正不好用，你开心就好。UJK 和红队这种扁平靠山，说到红队这个靠山，大家可以先了解一下 UJK 的。我不知道英国佬看见了有何感想。起初我以为是一模一样的数据，但通过网络图片仔细对比之后，发现红队把凹槽弄宽了一些，应该是想解决 UJK 那个纤维块锁不紧的问题。确实如此。还有就是洞的沉孔做大了，增大了扁平狗的接触面积，使得本体能牢牢的被锁紧在狗洞上。反观原版 UJK 的扁平靠山，我没找到跟靠山齐平的自适应锁紧狗，这个倒角顶多能用 TSO 的 Power Lock， 又或者我另外去 3D 打印专属的扁平狗来锁紧。所以理论上来说，只要我手上有 UJK 这个靠山，我也能做出对应好用的配件。扯远了，说回靠山属性，不论是 UJK 还是红队，这款靠山的厚度都是10毫米，我桌面的配件孔能完美适配它，使得靠山有一部分在轨道底下。可惜10毫米的厚度只能勉强切割9毫米的大板，稍微小一点的9毫米材料就没法与轨道的海绵产生较大的摩擦力，所以经常会出现被锯片带跑偏的情况。一旦跑了，那切割就不准了。大于或等于10毫米厚度的木板用它更合适。这种靠山借助扁平狗部署完毕后是非常稳定的，1米的长度能适应大部分的使用场景。在我这个 Beetle MFT 部署好后，能纤维到103厘米。原本的纤维块锁紧把手不怎么好用，我给它弄了个大的手柄，这样就能离开桌面去锁紧与解锁这个纤维块，操控精准高效。如各位所见，它是不带刻度的。但我发现了个技巧，我们可以使用这种卷尺，它能贴合在桌面上，同时还能藏在纤维块的底下，方便阅读数据。把卷尺伸长至轨道边缘，设置好纤维数据，就可以进行精确的重复纤维切割了。具体的安装方法是，靠山的45度孔像这样介于2个桌面板之间，2个靠近45度的孔分别落在2块桌面板的第3个孔，用扁平狗锁紧即可。如果发现原配的不锈钢扁平狗用起来不方便，或者出现空转的情况，可以尝试使用我做的打印狗，我已分享到 MakerWorld。安装好靠山后，桌面的横截空间损失了7厘米。MF Fence， 我根据 UJK 这种扁平靠山的样式做了一根短靠山，原因是我有切割9毫米厚的板材需求，所以把短靠山的厚度做成了8毫米。我担心强度不够，就没有设置纤维块的滑槽，因此它不能直接限位。或许你会说，市面上有很多超薄的短靠山，但我对没虚位的短靠山有需求。注意，是没有虚位。在精确切割的工况里，我讨厌虚位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我的模块桌面可以拆下来，放到 Face 工具箱上面，能搭建灵活小巧的 MFT 系统，随时随地大小切。那么怎样做重复纤维切割呢？我会使用平行轨道来解决，同样方便好用。在我的认知里，轨道锯的用户必备平行轨道，你可以选择任意品牌的平行轨道，只要具备微调机构加便携拆装的属性即可，不一定要跟我一样购买 TSO 的。具体的安装方法很简单，对孔锁紧即可，无需动脑。安装好后，跟 UJK 红队扁平靠山一样，桌面的横截空间损失了7厘米。上述的靠山都是左侧跟轨道底下部分为一整根延续的逻辑，包括我手上没有的 dashboard 也是这样。那么我现在说说 TSO、UJK 这种左侧和轨道底下分开的逻辑，明明做成连续的更方便，那为什么还要分开它呢？我的理解是尽量把轨道底下的部分做薄，把标尺和限位的功能考虑上，而又不去侵占更多的桌面横截空间。但压缩了靠山的厚度会带来另一个问题，就是延续至轨道底下的那一段会缺乏强度，就像 BenchDock 那样存在加工缺陷或者出现不可避免的变形，所以把它们分开设计是既要又要的副作用，这会带来分段的盲区，也就是当材料小于19厘米的时候就会触发这个盲区。即便是连续的靠山，也没法很好的处理这种窄料，因为在轨道锯的世界里，这就跳到另一个逻辑了，窄条切割。目前我的主要做法是利用红队这个纤维游标放在右侧来做窄条切割。
或许你会说，这对台锯来说砍瓜切菜，是的。但如果手上只有轨道锯，各位面对小于19厘米的材料，就不得不变换思维。以左侧为基准举例，除了画好辅助线之外，借助红队这个纤维游标，插在 Beetle MFT 这2个功能孔里，结合红队铰链附送的这2块板子，再拿个1020型材补充距离，去进行窄条切割，相对来说会比较直观，画多少就切多少，可以覆盖0到18.7厘米的切割需求。但根据我的多次使用情况来看，以左侧切割为基准的窄条会被轨道锯带跑偏，不建议这么搞，除非你轨道底下有负压吸盘，或者使用双面胶固定好，防止窄条位移。如果以右侧为基准，那就要减去锯片厚度之后再归零。我的 TS55 锯片是 1.8 毫米厚的，所以减去2毫米还算合适。如果是奇怪的锯片厚度，完全可以用尺子抵住锯片，再去对应调整纤维游标的刻度，记得断电操作。我更相信这种抵住锯片归零的做法，因为它已经减去锯片厚度了，绝对不可能出错。借助纤维游标来切割窄条的办法，适用于上述所有的靠山，还能解决很多重复纤维的难题。说到这，我不得不佩服小脑龙的理解能力。咱们在2025年中一起从英国淘回来 Benchdog 的靠山之后他过了几周又去淘一次。他说有个右手靠山更科学。我当时没懂没意识到右手靠山可以用来做小于19厘米的窄条切割，以为自己随便用旅行材做一下就能平替省钱，没想到左右两边根本没在同一水平线上，多少会存在0.几毫米的误差。因为工业旅行材没法做到极高的精度，这种误差在旅行材的世界里是能被接受的，但我不行。看到这的朋友，或许你也能理解我的心情。为什么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一个趋近完美的 MFT 靠山方案呢？我手上林林总总这么多靠山，尽是些弯路，需要这叠加那找补的。我这半年时间时常会琢磨，怎么把靠山弄完美，怎样极限还原桌面的横截空间，思维也会受制于现有产品的形态，难以跳脱。直到有段时间，我盯着 Beetle MFT 侧面的旅行材，想着要不要做个模块化的靠山。当我做好几个小块后，觉得不够稳定，在思路即将断掉的那一刻，我悟了，块状靠山Block Fence 诞生了，它是基于 Beetle MFT 的靠山，锁紧在这根3060型材的侧面，顺便也把模块桌面校准了。所谓块状靠山就是由3块组成，分别是左侧的长块、轨道底下的短块以及右侧的短块。左侧负责常规的左侧纤维切割，其自身可以随意挪动位置，标尺也可以微调。表面上看，纤维范围在19到77厘米之间，但解锁长块向左挪动后，结合卷尺测量，最大能纤维到113厘米，足以覆盖各种柜体的制作工况。我做的这个纤维块不同于市面上的产品，我发现它们要么容易被挤压变形产生误差，要么纤维块本身过大，没法极限用好刻度。所以我把纤维块设置在侧轨，利用型材的转角作为支撑，这样既小巧又稳定。再购买成品的贴齿贴在这顶面的凹槽里，在不需要纤维块的时候，可以把它掰到后面，不影响桌面的正常使用。轨道底下的短块负责阻挡切口的推力，同时还把吸绳条顶住了，一举两得，还不影响安装上翻铰链。凸起的部分比桌面高2毫米，哪怕是3毫米厚的模型板材也能使用这套系统，但仅限于用在厚度为18毫米的桌面板上，无需担心轨道底下的短块跟左右型材是否处于同一直线上，因为它们就是基于这根3060型材固定死的。即便这个1570型材的截面有轻微变形，也可以以抵住轨道底下的短块为标准去做上翻轨道的垂直校准。看到这，你会发现小于19厘米的窄条不显示在标尺上，似乎成为了盲区。此时右侧的短块作用就来了，把纤维块放在这里，用卷尺抵住断电的锯片，调整纤维块直到匹配卷尺的刻度，就可以对2.5到20.5厘米的窄条进行重复纤维切割了。不过在我的实际使用中，总是没法切得完美，因为轨道锯切割窄条的时候很容易带偏它。为了有更完美的体验，请使用纤维游标。这样一来，所有的问题都得到了妥善的解决。我成功跳出了市面上现有产品的形态限制，还原了整个桌面空间。所以在 Beetle MFT 上，它最大的横截宽度为64.5厘米。具体的安装方法是拧松所有的桌面板螺丝，滑入靠山，锁紧靠山，最后把模块桌面抵着靠山，锁紧螺丝。这么一来，在安装好靠山的同时，顺便也把桌面板都弄规整了。以后收纳 Beetle MFT 的时候，也无需把块状靠山拆下来，让它与这根3060型材一直这么固定着就好。我不知道拥有 Beetle MFT 的各位看见之后会有什么反应，反正我很兴奋，不管你们兴不兴奋，想不想自己 DIY 一波？我先顺着思路讲完第3步固定轨道的工具，再把块状靠山 Block Fence 的教程和开源路径在视频结尾一一分享出来，当做彩蛋。第3步，安装轨道翻转系统。那么靠山都梳理完毕了，相信大家应该建立了完善的靠山评判标准。接下来我说说固定轨道的工具。市面上常见的形态是上翻铰链和侧翻系统，还有一种是在轨道底下杵2根棒子插进狗洞里，这种淘汰了的逻辑不做探讨。先说上翻铰链，不论你选的是什么牌子还是 DIY 的，都要保证这个承接轨道的平台是水平的，固定轨道的2端各司其职，在各自的约束下不能有太大的旷量。轨道抬升起来后尽量稳定，别一不小心就脱落了，伤到人或者伤到轨道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记得选从侧面
面固定的产品，别选固定在桌面的那种，因为固定在桌面就没法微调轨道垂直于靠山，而靠山本身是没法微调的，这就是个死局。总之，尽量购买成熟的工业产品。我手上的 Benchdock 和红队的上反铰链，它们原本都是设计给费斯托的 MFT3 的。如果你的 MFT 是别的品牌，那就要进行改造。具体的改造办法可以翻看我曾经发布过的视频，也可以找我购买成品，或者根据你的 MFT 来定制适配。至于 Benchdock 和红队的哪个好，我个人认为红队的更合适，并不是因为改造红队我能挣个3瓜2枣，而是红队上反铰链有微调机构、前后对照的刻度、更少矿量的铁柱，以及在国内能买到，而不像 Benchdock 只能海淘回来。但有一说一啊 ，Benchdock 的做工就是比红队的好，你们隔着屏幕也能看得出来的，对吧？一个2000多，一个改完不到1000，就算扯平了。别问我拜恩，即便做工类似红队，但逻辑输得一塌糊涂。你觉得 OK 就 OK， 送我就扔垃圾堆。除非他能像吴昕一样积极改进且优化自己的产品，譬如吴昕这个直角靠山，最近增加了快拆的逻辑。上反铰链具体的安装方法是：先在桌面布置好纤维块，这是红队配的纤维块，逻辑是可以的，但随着高度的抬升，它就不那么灵了。所以我用2根狗分别布置在我桌面的这2个功能洞里，再从侧面把上反铰链滑入型材的下轨，注意是下轨，暂时锁紧，把轨道固定在第4个孔，暂时锁紧，松开锁止旋钮，稍稍抬升铰链，直至轨道能平于桌面，锁紧。走到另一头，把轨道背面的纤维零件安装到位，对准小铁柱放下轨道，这个小铁柱也是安装在对应的第4个孔，别装错了，这是最优解。把轨道里头的零件对准小铁柱放到位，松开锁止旋钮，稍稍抬升铰链至同样的水平高度，锁紧，松开前后铰链这2个大旋钮，也松开远端铰链固定轨道的这2个小旋钮，把轨道推过来，抵住这2根狗。高狗的好处就是不论你铰链调到了什么高度，它都好对齐。轨道靠紧没有缝隙后，再依次锁紧前后铰链的大旋钮，固定轨道的这2个小旋钮，确保所有旋钮都锁紧了，抬起轨道，拆除这2个狗。这一步做完，倘若你的桌面是高精度 CNC 加工出来的，那就已经完美垂直于靠山了。如果桌面精度不够高，或者需要进一步确定轨道与靠山的垂直关系，可以进行微调校准。具体的办法如下：一、找一块切过一刀的板子，用梯尺或三角板或直角尺画一根尽量长的垂直线。2、把切过的边对齐靠山，把垂直线挪到轨道的左侧，放下轨道，用个没有阿角的块块靠着轨道左边去对线，先对远端，再逐步挪到近端。如果前后缝隙大小不对，那么松开远端固定轨道的旋钮，再松开近端的大旋钮，轻微挪动近端的铰链，直至轨道完全对齐这根垂直线，再把刚才松开的所有旋钮都锁紧，校准完毕。这个过程看我讲的麻烦，其实每个机器校准起来都要花时间的，做2-3回就熟练了。我已经尽量为在座各位消除繁琐的步骤了，实际我用起来是很快的，熟练之后5分钟以内肯定可以了。除了上反铰链，还有侧翻系统也需要分享给大家。目前市面上能买到的侧翻系统是 UJK、红队、Benchdock， 它们都需要依赖这种超级狗。至于打印的那种，看着像一回事，但它不是侧翻系统，且不说精不精准，看它用起来似乎也不怎么聪明，所以不做探讨。相较于上反铰链，我大致说一下我对侧翻系统的看法。它的好处有5点：一、只要确保桌面是精准的，那它就无需校准，即插即用。2、对操作空间的高度没有要求，如果你的操作空间的高度实在有限，选侧翻的比较好。我这层高2米出头，轨道抬起来也就1.7米，对于大部分用户来说，上反铰链应该是随便用吧。3、快速适应不同厚度的板材，无需松紧调节高度。很显然 ，Benchdock 和红队的侧翻逻辑都需要松开对应的螺丝，调节完高度再锁紧，那么也就只有 UJK 的侧翻具备这个好处了。4、可以布置纵向长条的切割环境，用于切割较长的条子。5、可以像我这样结合我的短靠山，把模块桌面变成小型的 MFT， 随时随地大小切。那么相较于上反铰链，它的短板有：一、如果桌面的狗洞不精准，那就完全没法使用。2、部署好后，对桌面的横截空间侵占较多，限制了板材的横截宽度。3、没法快速拿掉轨道，影响桌面别的用途 ，UJK 除外，一拔就拿掉了。4、没法在侧翻的同时使用常规的平行轨道 ，TSO 快拆平行轨道除外，平行轨道的作用是快速实现重复限位或平行切割。5、没法使用块状靠山 Block Fence， 因为板子被超级狗挡住了，所以需要搭配 UJK 或是红队这种扁平靠山来使用。普通的靠山不是不行，只是又会进一步侵占横截的空间。我的认知有限，大致就总结了这么些情况。如果各位大神有别的看法，恳请您赐教，留下评论，谢谢。最后分享块状靠山 Block Fence 的制作教程、校准方法。先上材料清单和开源路径。第一步，1570型材到手后，分别在长的型材两端10厘米处和中间，以及短的型材5厘米处钻孔，直径为6毫米的通孔，并做倒角处理。第二步，取消红队上反铰链的微调旋钮，改为文件里短一点的旋钮，打磨型材所有的尖角，防止受伤。穿过沉头螺丝，预装船型螺母，把它们安装在3060型材侧面的上槽，轨道底下的档块距离3060型材29厘米处开始安装，可以先做好标记再安装。
第3步，把 3D 打印的条子滑入型材顶部，1米的逆向贴齿保留19厘米的刻度，剪掉；50厘米的正向贴齿保留2.5厘米的刻度，剪掉。贴齿的末端到哪里结束就剪到哪里，把贴齿分别都贴到 3D 打印的条子上。第4步，校准，滑入纤维块，在贴齿的任意位置锁紧纤维块，用卷齿或随便什么齿伸到轨道切口处，拿个东西挡住卷齿，松开靠山的螺丝，调整靠山，直到纤维块所在的刻度对齐卷齿相应的刻度，又或者可以直接微调这个 3D 打印的条子，大功告成。接下来确保上方铰链的轨道与靠山垂直，即可一直相信这套系统的垂直断料或规方切割以及重复纤维切割了。祝各位能在小小的空间里找到 DIY 家具的快乐，请时刻保持头脑清醒，注意安全。有任何疑问或者想购买视频中的物品，可以关注我，我会回答你的评论，谢谢。